欢迎来到这一次的解析。今天我们要展开一场非常特别的旅程，来聊聊设计命运觉醒的内在与外在风景。你相信吗？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透过有意识的选择，甚至去设计我们的生活环境，来重新改修我们既定的命运。来，跟着我放慢脚步，我们一起踏上这段寻找内外平静的探索之旅吧。现在，我想请你先问问自己内心深处，你是不是也经常觉得自己好像被社会上那种令人疲惫的喧嚣声给困住了？我们到底只是在现代命运的洪流里面随波逐流，还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刻意去打造一个专属的心灵庇护所，从根本上把生命的控制权给夺回来呢？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核心吧。首先是第一部分，双重命运困境。来看看我们现在面临的那种内外夹击的灵性屏障。说真的，我们现在都被两道巨大的屏障给卡死了。第一道是外在的屏障，也就是现代社会的喧嚣。你看哦，过度物质化啦，资讯大爆炸啦，这些东西就像是一道根本跨不过去的生态高墙，每天都在疯狂消耗我们的元气。但是当我们想退回内心喘口气的时候，撞上的却是第二道内在屏障，叫做宿命论。在这种世俗的竞争压力下，我们真的很容易感到无力，觉得哎呀，反正一切早就注定好了嘛。你想想，当外面那些铺天盖地的喧嚣彻底压垮了我们内在的心智，我们的灵性能量当然就跟着枯竭了。接着来到第二部分，东西方的转捩点。我们来看看结合宏观环境与微观灵性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把两套看起来完全八竿子打不着的经典智慧放在一起你知道会碰撞出多不可思议的火花吗？一方面是贾德戴蒙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面提到的西方地理决定论，它证实了外在宏观的环境真的能提供超级巨大的先天优势。而另外一方面呢，是东方袁了凡在《了凡四训》里面强调的修心造命，这告诉我们其实可以透过微观的心智审查来打破所谓的宿命枷锁。你想一个是外在环境的宏观优势，另一个是内在道德的微观修炼。当这一外一内完美对接的时候，绝对能产生改变命运的超强大力量。那么，到底谁能把这两个世界完美连接起来，还把它化为实际行动呢？答案就是19世纪的美国作家梭罗。就像他这句超经典的名言说的：“我到树林中去，因为我希望从容不迫地生活，只面对生活中最基本的事实。”梭罗当年可是真的跑去瓦尔登湖畔，自己一个人隐居了2年多。他非常主动地去切断那些繁杂的社会交集。你看，这种刻意把自己的物理空间转移到大自然的做法，不就是完美运用了西方的环境转移思维，来帮自己创造一个能够100%专注在精神觉醒上的优势环境吗？最有意思的是，梭罗把瓦尔登湖形容成是大地的眼睛，在他的眼里，大自然可不只是漂亮的风景而已哦，它其实是一面超级清澈的内在明镜，可以直接映照出我们灵魂的最深处。这跟刚才提到袁了凡先生强调的自我反省，简直是如出一辙。透过大自然这面镜子，我们身处的环境就变成了一位最严格也最温柔的导师，一步步启发我们的灵性成长，教我们怎么找回生命最单纯的韧性。现在进入第3部分，打造你的专属庇护所，让我们开始有意识地选择与设计自己的空间。我们为大家整理了3个极具行动力，同时又非常有哲学意义的步骤，分别是过滤杂讯、建立明信以及创造正向复利。只要跟着这3步走，我跟你保证，你绝对可以把任何一个再平凡不过的物理空间，彻底转化成帮你夺回生命自主权的强大修道场。我们先来聊聊第一步，过滤杂讯。这点真的超级关键。为了不让自己在无意义的事情上继续内耗，你必须帮自己选择一个可以简化、再简化的环境。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要狠下心来拒绝那些过度的数位干扰，并且勇敢远离那些只会互相攀比物质的社交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狠心切断了那一条一直不断消耗我们能量的社会南北轴线。唯有当你真正停止接收那些让人精疲力尽的社会杂讯，你才有可能把宝贵的精力全部集中在真正能带来长期价值的核心事物上，也才能阻止你的灵性继续枯竭下去。
接下来第二步，建立明镜，这就跟袁辽凡先生著名的功过格有非常深的关系了。什么是功过格呢？它其实就是一套非常严格的每日道德审计系统，要求你从外在的行为到你懂的道理，甚至是你内心微小的起心动念，都要进行超深度的反省。所以啦，你为自己挑选的这个物理庇护所就必须具备这样的特质，它必须能够安静、包容地承载你每天的自我审视，让这个空间本身直接变成推动你灵性成长的超级催化剂。也就是说，一个环境的力量其实取决于它能让你面对多深的自我反省。请稍微在心里细细体会一下这句话的重量。你想想，你每天待着的房间，你工作的那张书桌，其实都应该是一面灵性的明镜，随时随地都在帮你确认你现在踏出的每一步是不是都跟你内心最真实的本质对齐。当一个环境可以让你完全静下心来，无比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时候，它就不只是一个房间了，它就成了一个能帮你承载满满福报的绝佳道场。接着，我们来到第4部分，正向命运的复利效应，看看怎么让空间成为灵性与好运长期发酵的孵化器。所以你看，最关键的一点来了，你必须主动把自己放到一个类似东西轴线的环境里面。我们在地理上都知道，东西向的轴线是非常有利于技术跟思想传播的。那如果套用到我们的灵性修炼上呢？这样的环境其实就是一个允许优质资讯、善意还有灵性创新可以自由流通的地方。当你有意识的去跟那些具备利他精神、真心追求精神成长的人混在一起的时候，哇，那你真的是在为自己创造一个好运跟福报会不断疯狂复利的超强大磁场。这也太精彩了吧！这完全呼应了袁了凡先生他最终悟出的一句至理名言：命由我做，福自己求。这绝对不只是一句听起来很美的古老口号而已哦，它其实是真真实实连接到了我们对生活空间的有意识设计。透过主动去改变我们外在的物理空间，我们才得以真正重塑我们内在的心智，然后从根本上夺回自己命运的方向盘。你现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条造命的轨迹。第一天，你可能真的还陷在那个让人深感无力的社会喧嚣里面，但是到了第1个月，当你开始刻意把自己的环境转向简约的时候，你会突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感。然后你坚持下去，到了1年之后，你已经把每日的明镜反省完全融入生活了。直到第1个10年过去，你猜怎么着？你绝对会看见灵性觉醒跟累积的福报为你带来多么惊人的复利效应。只要你把自己种植在一个能滋养心灵的环境里，说真的，就算是最不起眼的日常琐事，随着时间推移，也绝对能累积成一股翻转你一生轨迹的强大力量。在这次解析之旅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给你：如果你目前的环境正是你未来心智的专属建筑师，那么你今天正在为自己建造什么样的命运呢？现在就请你环顾一下你的四周吧，因为那个能够改变你命运的起点，真的很有可能就在你此刻正身处的这个空间里哦。希望这次的探讨能为你带来满满的启发，我们下次见啦。